要想带走我的弟子，你九天尊还没那资格。复活后的药老对萧炎有多宠溺？复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，竟是剥离古灵冷火赠予萧炎。那么萧炎当时是何反应？书接上回，药老复活强势归来，以一己之力挽救星陨阁，仅一招便是反击，重伤八九天尊。望着九天尊二人狼狈消失的身影，片刻后，药老方才缓缓收回目光，视线瞥了一下远处的那些强者，也未曾多加理会，转身便是落在萧炎身旁，看了看星界之内的狼藉，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。虽说今日抵挡下了魂殿的灭门行动，但星陨阁的弟子也是有所伤亡。药老轻叹一声，道：“若非如今刚刚进入半圣，根基不稳，不然便让那两个家伙留下来陪葬。”萧炎笑了笑道：“老师不必介怀，今日若非你出手的话，恐怕星陨阁就真的有大难。”药老颇为的欣慰道：“这还得多亏了你，不然的话，莫说达到半圣，就算是恢复巅峰实力都是极难的事。”在药老与萧炎谈话间，风尊者也是带着人迅速跃来，远远的便是对着药老拱手笑道：“老家伙，恭喜了呀！”药老笑着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“先吩咐下去收拾一下残局吧，想必日后魂殿应该不会再轻易来犯。”风尊者点了点头，有了一名半圣强者坐镇，想必魂殿也明白，寻常的强者再来已是无用，而半圣阶别的强者，即便是魂殿，恐怕也不可能说派出来就派出来。魂殿退去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各方势力的首脑以及一些老一辈的强者络绎而来，每日登门拜访者数不胜数。这等场面与以前那种门可罗雀式相比，简直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。而在这等热闹下，一些曾经和药老与风尊者有旧的强者，也终于是接受了邀请，成为了星陨阁的客卿长老。这名头虽然有些虚，但却的的确确是将他们拉到了星陨阁这条船上。在星陨阁上下陷入忙碌与热闹中时，萧炎却是并未过多的掺和，他素来不喜这种应酬之事，因此自从当日魂殿退去后，他便是在后山石塔选择了闭关修炼。虽说以萧炎的年龄，能够拥有这等实力，放眼同辈之中已是翘楚之中的翘楚，但这并不能让他满足。伴随着越加与魂殿接触，他也是能够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势力的恐怖。二星斗尊的实力还并不足以让他拥有与之抗衡的资格。虽然药老在努力地经营着星陨阁，使之壮大，以便成为萧炎的坚实后盾，可萧炎也明白，有些事还是得依靠自己，因此修炼之事万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盘坐于石台上的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，紧闭的双眸也是徐徐睁开，感受着体内那再度充盈的澎湃斗气，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微笑，随即一道慈和的笑声便是在一旁响起。醒了吗？萧炎目光一转，却是见到药老正负手而立地站在石塔的石窗处，满脸的笑容。见状，萧炎一怔，忙起身行礼：“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药老笑道：“那些事还是风老头擅长，我与你一样，都不喜这种事。不过吃了上次的亏，这次再不喜，也是要建立足够强的实力。”萧炎也是笑了笑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手指抚了抚那枚漆黑戒指，然后将之取下来，含笑：“药老道老师，既然如今您已再度重生，那这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。”望着那漂浮在面前的漆黑戒指，药老微微一怔，眼中也是流露出一股怀念之色，手掌摸了摸戒指，半晌后说道：“老师的毕生所学，当年也全留在这戒指之中。如今的你，想必也已经习会了十之八九。从某个方面来说，你已经达到了出师的资格。这些东西你留着，也的确没了太大的作用。”药老将漆黑戒指戴在手指上，旋即话音一转，笑道：“不过有种东西对你确实有着大用。”药老手指轻轻一点漆黑戒指，一团森白色的火焰便是自其中袅袅升起，然后悬浮在药老面前，赫然是那古灵冷火。药老目光柔和地望着萧炎，道：“你修炼了焚诀，异火对你来说要更加的重要。如今我进入半圣，这古灵冷火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有了太大的作用。”闻言，萧炎一怔，苦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老师就不要诓我了，如今的我可不再是当年的无知少年，这古灵冷火我可不能要。异火对于炼药师来说是绝对的利器，即便药老成为了半圣，但有古灵冷火在手，那也将会是如虎添翼。所谓的没有太大作用之说，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。”药老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这小子果然不再是当年的愣头青了。不过这也并未让他打消已经决定的念头，当下也不理会萧炎，手指轻轻地点在那团古灵冷火上，后者顿时发出剧烈的颤抖，半晌后颤抖停止，药老的面色则是浮现了一分苍白之色。药老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古灵冷火，然后微微一笑道：“小家伙，古灵冷火之中的灵魂印记已被我清除，不过这古灵冷火已被我炼化多年，即便如今灵魂印记被消除，还是会对你产生不小的抗性，所以你短时间内并不能使用焚诀将它炼化吞噬，否则恐怕会遭受反噬。”然后屈指一弹，后者便是轻飘飘地掠向萧炎。你先在其中种下灵魂印诀，收入体内，好好温养，待得它不再对你有抗性，便可将之融合。望着面前的这团森白火焰，萧炎眼睛却是有些发红。这古灵冷火应该算是陪伴药老最久的东西，如今却是被他亲手抹除了灵魂印记。药老略微有些惋惜道：“以你如今的实力，即便吞噬了它，或许也不会出现太过恐怖的飞跃。五灵龙火这种排名的异火，对你来说已是有些不足。”旋即催促道：“好了，赶紧种植灵魂印记吧。”萧炎苦笑了一声，事情已经这样，也容不得他再推辞，当下只能闭上双眸，手指处于森白火焰上，一缕灵魂印记顺着指尖缓缓地侵入其中。伴随着灵魂印记的侵入，初时古灵冷火之内还会传出一阵抗拒，但如今的他毕竟是无主之物，因此抗拒持续了一会，
便是逐渐消散，而萧炎的灵魂印记也是成功的种植了进去。当灵魂印记成功种植时，古灵轮火则是一颤，迅速化为一道火芒，钻进了萧炎眉心处的那道淡白色的火焰之中。古灵轮火入体，萧炎顿时感觉到眉心处传来一阵暖洋洋的感觉。不过用心感应的话，便是会发现古灵轮火仅仅只是盘旋在眉心处，并没有汇入经脉，与3000连心火汇聚在一起的迹象。显然，这应该是那种抗拒性在作祟。对于此，萧炎倒是无所谓，这种抗拒性迟早会消散，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。药老轻声道：“对了，那净莲妖火的蛊图你凑齐了没？”提起这个，萧炎便是满心的郁闷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自从在黑角域得到过一块后，便是再没有了半点所获。”药老沉吟道：“净莲妖火太过神秘，即便是我都未曾见过这种等级的异火。若是能够得到的话，对你的帮助远非古灵轮火能比。这段时间我会尽量帮你打探一下。”药老似是突然想到什么，突然面色有些古怪的道：“对了，有个熟人来星陨阁找你，你要不要见见？”见到他这副模样，萧炎也是一愣：“谁？”纳兰嫣然。听得这个名字，萧炎眉头微微一皱，以纳兰嫣然的性子，应该不会没事来找自己，除非鱼有事。客厅之中，一道倩影有些拘束地坐于椅上，女子身着淡青色的衣衫，曲线动人的娇躯在衣衫的包裹下显得颇为动人，但那张娇美容颜比起以前确实要略微显得憔悴一些。在端着茶水时，她的一对美眸也是不断地在客厅之外扫去。就在她有些坐立不安时，那紧闭的客厅大门却是被缓缓推开，旋即一道熟悉的年轻身影缓步而进。这次来星陨阁找我，应该是有事吧？我想请你出手帮老师。果然，说清楚。我是自作主张来的，本来老师并不允许我来找你。我上次应该与你说过，自从老师与我来到中州后不久，便是加入了花宗。